一个穷苦的樵夫住在茂密森林边缘的一间小木屋里，他和妻子以及2个年幼的孩子，哥哥韩塞尔与妹妹葛丽特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。这年头偏偏遇上了大旱灾，田地荒芜，谷仓里空空如也，连每天最基本的面包都难以维持。夜晚来临，樵夫翻来覆去无法入睡，满心焦虑。他叹着气，低声对躺在身旁的妻子说：“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里还能养活这2个孩子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全家一起等饿死吧？”后母冷漠地盯着昏暗的屋顶，语气冰冷：“有个办法，明天一早把孩子带到森林最深的地方，生一堆火，给他们1小块面包，然后丢下他们，这样我们就不用管他们了，至少能少2张嘴。”樵夫听得心都揪了起来，摇头说：“不行啊，那是我们的孩子，把他们丢在森林里，野兽很快就会把他们撕碎吞掉。”但后母冷笑一声，斥道：“你真是个笨蛋，要是不这么做，全家都得饿死，你干脆赶快准备4口棺材吧。”他一句接一句责骂，不给樵夫半点喘息的余地。樵夫心里痛苦万分，却终究在他的逼迫下低下头，勉强点了头，但心底的愧疚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这一切被孩子们听在耳里。韩塞尔和葛丽特饿得睡不着，蜷缩在床上，听见父母的对话，脸色瞬间苍白。葛丽特吓得哭出声，哽咽着说：“完了完了，哥哥，我们要被丢掉了。”韩塞尔伸手搂住妹妹，轻拍着她的背，小声安慰：“别怕，葛丽特，哥哥会想办法，上帝不会丢下我们的。”他语气坚定，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孩子难有的沉稳。等到父母渐渐睡熟，屋里一片寂静，他轻轻穿上外套，踮着脚走到门边，把门拉开一条缝，悄悄溜了出去。外头月亮高挂，银白的月光洒在屋前的地面上，闪亮的白石子在月光下宛如洒满一地的银币。韩塞尔弯下腰，把口袋塞得满满的，每一颗石子都像是救命的希望。他满意的拍拍口袋，悄悄溜回屋里，低声对妹妹说：“放心吧，葛丽特，安心睡一觉，哥哥已经准备好了。”葛丽特听了，心里稍稍安稳一些，终于闭上眼睛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后母粗鲁地把孩子们叫醒，声音尖利：“起来，你们这2个懒虫，今天要跟我们进森林去砍柴。”他递给每个孩子1小块面包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午餐，别急着吃光，没有多得了。”孩子们把面包紧紧攥在手里，一家4口便踏上了森林的路。一路上，韩塞尔不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小木屋的方向。他一边走一边把口袋里的白石子悄悄丢在地上，石子在阳光下闪着光。他嘴里还故意编个理由，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我在看屋顶上的白猫，它在跟我挥手道别呢。”父亲疑惑地抬头，却什么也没看见。后母不耐烦地骂道：“笨小子，那才不是猫，是太阳照在烟囱上的光。”可韩塞尔仍旧一次次回头，把石子丢在路上，默默留下返回的线索。走了很久，终于来到森林深处。父亲升起一堆火，堆满干柴，火光映红孩子的脸庞。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说：“你们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取暖，我和你们的娘去砍柴，等忙完再回来接你们。”后母冷冷补上一句：“给我乖乖坐好，别乱跑。”说完，夫妻2人转身离去。孩子们听着林中传来有节奏的劈柴声，以为父母就在附近，却不知道那声音只是风吹动绑在枯树上的树枝，随风摇晃，才发出像斧头砍木的声响。中午时分，韩塞尔和葛丽特拿出后母给的面包，一人啃着1小块，虽然干硬难咽，但肚子实在太饿，也只能勉强填饱。他们依偎在火堆旁，眼皮越来越沉重，终于抵不住疲惫，昏昏睡去。等他们再度醒来，天色已经漆黑，森林里伸手不见五指，风声沙沙，叫人心慌。葛丽特吓得哭了起来，紧紧抓着哥哥的衣袖，颤声说：“我们怎么办？森林这么黑，怎么走得出去啊？”韩塞尔却拉住他的手，语气沉着：“
别怕，等月亮出来，我们就能找到路了。”果然，当银白的月光穿过树梢，洒落林间时，地上那些石子像银币般闪闪发亮，仿佛一条为他们指引的光之小径。韩塞尔牵着妹妹的手，一步一步顺着石子走去。漫漫长夜，他们忍着饥饿与疲惫，走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天色渐明，晨曦出露时，他们终于看见远方那间熟悉的小木屋。孩子们急忙跑上前，敲响了门。门一打开，后母站在那里，看到他们竟然活着回来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语气尖酸：“你们这两个坏小子，怎么在森林里睡那么久？我们还以为你们永远回不来了呢。”他嘴上假装责备，心里却冷得像冰。樵夫看见孩子们平安站在面前，眼眶立刻湿润，忍不住紧紧抱住他们，声音哽咽，满心的愧疚像卸下重担。他知道自己虽然懦弱，但幸好孩子还能回到身边。这一刻，他心里的痛苦终于暂时得到些许安慰。不久之后，饥荒再一次席卷而来，这家穷苦的樵夫人家更是雪上加霜，家里的粮食所剩无几，橱柜里仅仅剩下半条硬得咬不动的黑面包，就连一天的饭都供应不下去。夜里，樵夫和妻子又一次躺在木板床上，樵夫辗转反侧，心里痛苦，低声说：“我们剩下的粮食连一天都撑不了，不如把最后一点留给孩子，让他们至少能多活几天吧。”后母立刻翻身坐起，语气刻薄得像刀子一样刺进樵夫的心：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我们要是这么分，根本没人能活下去。孩子必须再丢一次，这次要带得更深更远，让他们绝对找不到回来的路，不然我们全家都得一起饿死。”樵夫听了心都碎了，仍旧犹豫地说：“不如大家一起把最后的口粮分了吧，死也死得踏实。”但后母毫不留情地怒斥：“你要是敢反对，那就准备饿死吧！”没胆的懦夫！樵夫被他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能沉重地叹息，心里满是愧疚，却再一次点头同意了。隔壁的小房间里，韩塞尔和葛丽特因为饥饿依然睡得不安稳，他们又一次听见了父母的对话。葛丽特脸色发白，紧紧抓住哥哥的手，声音发颤：“哥哥，我们真的要被丢掉了，这次肯定回不来了。”他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落。韩塞尔却努力装出镇定，抱着妹妹轻声安慰：“别哭，葛丽特，放心吧，我还能想办法，我再去捡石子，就像上次一样。”可当他悄悄起身想要溜出门时，却发现木门紧紧上了锁。这一次，后母吸取了教训，早已料到韩塞尔的小心思，不给他任何机会。韩塞尔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，终于只能悄悄退回床边，但他并没有灰心，摸着口袋里仅有的一小块面包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。他把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攒在手心，对妹妹低声说：“没石子没关系，面包屑也能用，我一路撒下去，一样能找到回家的路。”葛丽特听了，红着眼睛点点头，紧紧搂着哥哥说：“哥哥，你真的好聪明，我相信你。”第二天天刚亮，后母一如既往的粗鲁，把孩子们从床上拉起来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快起来，你们这两个懒虫，要跟我们进森林去。”他塞给他们每人一小块比上次还要更小的面包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你们的午餐，别浪费，别指望还有多的。”孩子们把面包小心收好，却心知肚明，这已经是他们的最后一点粮食。一家人再次踏上森林的路。韩塞尔一边走，一边假装不时停下来，抬头望向远方。他边走边说：“爸爸，你看，屋顶上有只白鸽子，他在跟我挥手告别呢。”其实他在一路上悄悄地把面包屑一点一点丢在地上，心想等月亮升起，就能循着这些碎屑走回家。父亲虽觉得奇怪，但没有多想。后母则不耐烦地骂：“笨小子，哪里有什么鸽子？那是太阳光照在烟囱上。”他们走得比上次更久，直到进入森林深处，远远超过了韩塞尔和葛丽特曾经熟悉的范围。父亲又升起一堆火，
说：“孩子，你们在这里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走，我们去砍柴，等砍完就回来接你们。”后母则补上一句冰冷的命令：“给我乖乖坐着，别乱跑。”说完，夫妻俩转身消失在林子里。孩子们再一次听见劈柴声，以为父母就在附近，却不知道那只是风吹动绑在树上的枯枝发出虚假的声响。中午时分，兄妹俩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韩塞尔因为一路上把面包全撒光，肚子里什么也没有。葛丽特心疼地把自己的一小块分成2半，塞给哥哥一半。两人默默啃着硬得像石头的面包，咽下去时呛得眼泪直冒。吃完后，他们疲惫不堪，靠在火堆边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等他们再次醒来时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韩塞尔赶紧拉着妹妹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别怕，葛丽特，等月亮升起，我们就能循着面包屑找到回家的路。”月光终于透过树梢洒落下来，兄妹俩满怀希望地低头寻找，可他们翻遍脚下的土地，却一点碎屑也看不到。原来森林里飞来飞去的鸟，早就把面包屑啄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不剩。葛丽特彻底崩溃，捂着脸哭了起来：“哥哥，这次我们真的完了，再也回不了家了。”韩塞尔虽然心里也打鼓，但仍强作镇定，说：“别怕，我们继续走，总能找到出路。”于是兄妹俩摸黑在森林里走了一整夜，却怎么也走不出去。天亮后，他们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一整天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只能靠着路边零星的浆果充饥。可那点浆果怎么能填饱呢？他们越走越慢，最后终于力竭，靠在一棵大树下，双眼沉重，倒头便睡。第3天的中午，阳光洒落，微风吹过树林，忽然，一只雪白的小鸟停在枝头，唱起清脆动听的歌声。歌声悠扬甜美，仿佛有种魔力，把疲惫的韩塞尔和葛丽特都吸引住了。他们抬头望着那只小鸟，竟然忘了饥饿与恐惧。小鸟唱完歌后，振翅飞走，他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它一步步走去。小鸟带着他们穿过一片幽深的林子，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，停在一间小屋的屋顶上。当兄妹俩走近时，眼睛顿时瞪得圆圆的。这屋子完全是用食物建成的，墙壁是金黄色的面包砌成，屋顶附着厚厚一层香甜的蛋糕，窗户则是透明的糖块，晶莹剔透，阳光一照闪闪发亮，甜香味弥漫在空气中，简直令人垂涎3尺。韩塞尔眼睛一亮，肚子更是饿得咕噜直响，他迫不及待爬上去，掰下一大块屋顶的蛋糕塞进嘴里。葛丽特则踮起脚尖，轻轻咬下一片糖窗户，满口都是甜得发腻的滋味。兄妹俩边吃边笑，仿佛终于遇见了救星。他们一口接一口，越吃越快，完全忘了警惕。突然，屋子里传来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：“谁在啃我的房子？”韩塞尔和葛丽特吓得一哆嗦，手里的碎屑掉了一地。他们慌慌张张回答：“是风，是天上吹来的风。”话音未落，两人又忍不住把手里的糖块塞进嘴里，越嚼越香。就在这时，屋子的门缓缓打开，嘎吱一声，一个佝偻的身影走了出来。那是一个年老的像山石一样的老婆婆，手里拄着一根长长的拐杖，她的眼睛布满血丝，红得吓人，鼻子却灵得像野兽一般，微微抽动，仿佛在嗅着空气里的气味。她看着2个孩子，脸上浮起一抹诡异的笑容，沙哑着嗓子说：“哎呀呀，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是谁把你们带来的？快进来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韩塞尔和葛丽特虽然心里发毛，却被他牵着手带进屋里。屋子里暖烘烘的，桌上早已准备好一桌食物，牛奶盛在大碗里，松饼堆得像小山一样，还有红润的苹果和香脆的坚果。孩子们早已饿得受不了，哪里还管得了其他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直到肚子圆鼓鼓才停下。吃饱后，老婆婆又带他们到卧室，里头有2张小床，床单雪白，枕头松软。韩塞尔和葛丽特一躺上去，仿佛置身天堂。他们满心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地方，
再也不用担心饥饿与被遗弃。没多久，他们就沉沉睡去，全然不知这一切只是可怕陷阱的开始。其实那个看起来慈祥的老婆婆根本不是什么好心人，她是一个专门吃小孩的女巫。那间糖果屋就是她特地盖来引诱孩子上门的陷阱。她的鼻子灵敏得像野兽一样，能闻出远远走来的人气。当韩塞尔和葛丽特一靠近，他就已经在心里暗笑，这两个小家伙这回是插翅也飞不掉了。天还没亮，女巫就早早爬起来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两个在床上熟睡的孩子。她看着他们红彤彤的脸颊，满心窃喜，低声咕哝：这两个长得真是白白胖胖的，烤起来一定很香。话音未落，她猛地伸手，一把抓住韩塞尔，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拖到屋外的小马厩，锁进了冰冷的铁笼子里。铁门啪嗒一声合上，韩塞尔虽然用力拍打，可怎么也逃不出来。女巫接着走进屋，粗暴地摇醒葛丽特，尖声喊道：起来，懒丫头，去打水，给你哥哥煮最好的东西，把他养得肥肥的，我要把他烤来吃。葛丽特吓得当场大哭，泪水直流，却根本无法改变什么。女巫充耳不闻，只一把将木桶塞到他怀里，逼他去井边打水。从那天开始，兄妹的日子陷入绝境。女巫把最好的牛奶、肥嫩的肉、甜腻的蛋糕全端到韩塞尔面前，要他大口大口吃，把他养得白白胖胖。可是葛丽特却什么也得不到，他每天只能啃一些丢在地上的蟹壳残渣。他心里满是悲苦，每天边流泪边给哥哥煮饭，心里默默祈祷：上天啊，求你救救我们，别让哥哥被这女巫吃掉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女巫每天早晨都来到铁笼子前，粗声喊道：韩塞尔，把你的手指伸出来，让我摸摸，看你肥了没。但韩塞尔聪明得很，他知道女巫的眼睛已经昏花，看不清楚，于是他每次都偷偷伸出一根小骨头，让他去摸。女巫摸了摸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怎么还是这么瘦？养了这么多天，怎么一点肉都没长？这样拖了4个星期，女巫的耐心终于彻底消耗光了。一天，她脸色阴狠地喊道：不管胖不胖，明天我就宰了他。她恶狠狠地转头对葛丽特下令：去打水，准备大锅汤，明天我就要饱餐一顿。葛丽特听得心惊胆战，抱着木桶一路掉眼泪，心里喊着：要是野兽一开始就把我们吃了，至少还能一起死，哪像现在，哥哥要孤零零地被害死。可他什么也改变不了，只能依言去打水。第二天清晨，女巫一大早又吆喝着葛丽特：快把水吊起来，我先来烤些面包。炉子已经烧得很旺了，他推着葛丽特走到火炉前，里头火光熊熊，烈焰直窜，热浪扑面。女巫嘴角挂着阴冷的笑，假惺惺地说：来，丫头，你自己探进去看看炉子是不是烧得够热，好把面包放进去。她的眼睛闪着狠光，心里盘算着，等葛丽特一探身，她就用力一推，把她锁进炉子里，烧得活活烤死，再慢慢享用。葛丽特心里猛然一惊，却机灵地压住了脸上的恐惧，故意装作一副愚笨的样子，说：我不懂啊，要怎么看呢？怎么进去呢？女巫不耐烦地吼：笨蛋，门这么大，谁都能进去，你给我瞧清楚。说着，她自己弯下身，整个头探进烤炉去示范。就在这一瞬间，葛丽特眼睛一瞪，鼓起浑身的勇气，猛地一推，把女巫重重地推进了炉子里。只听得轰的一声，女巫整个跌进火海。她惨叫声震得屋子都在颤抖，双手乱抓，却再也逃不出来。火焰吞噬她干瘪的身体，尖叫声渐渐微弱，直到彻底归于沉寂。葛丽特吓得浑身发抖，但她知道女巫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她顾不得害怕，立刻飞奔到马厩，颤抖着打开铁锁，大声喊道：哥哥，快出来，女巫死了，我们自由了。韩塞尔听见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随即冲出笼子，像小鸟被打开鸟笼一样，
扑向妹妹，兄妹俩紧紧抱在一起，又哭又笑，激动得浑身颤抖，像在梦里一样。平息了片刻，他们决定再回到屋子里仔细查看。这一看，才发现女巫的糖果屋不仅仅是陷阱，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堆满了财宝，大大小小的箱子里塞着珍珠、钻石、红宝石，闪闪发光，亮得刺眼。韩塞尔抓起一把，惊喜地说：“这比石子值钱多了。”他立刻把口袋塞得满满的。格丽特也不甘示弱，把自己的围裙装得鼓鼓囊囊，两人笑得合不拢嘴。带着满身的宝物，兄妹俩决定立刻离开这片恐怖的森林。他们走了2个多小时，来到一片宽广的水域，却发现既没有桥，也没有小船。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，一只雪白的小鸭子悠闲地游过来。格丽特立刻灵机一动，高声喊：“小鸭子，小鸭子，请帮帮我们，把我们背到对岸去吧！”小鸭子果然游到岸边，伸长脖子等着。韩塞尔正要和妹妹一起上去，格丽特却拉住他说：“一次做2个太重了，会压坏小鸭子的。我先过去，你再过来。”于是他先坐在小鸭背上，被载到对岸。小鸭子又折返，把韩塞尔也安全送了过去。兄妹俩继续往前走，渐渐觉得周围的景色变得熟悉起来。终于，他们远远看见那间位于森林边缘的小木屋，两人忍不住加快脚步，冲进屋里，扑进父亲的怀里。樵夫满脸惊喜，泪水夺眶而出，紧紧抱着孩子，哽咽着说：“自从丢下你们以后，我没有一天开心过，良心一直在折磨我。谢天谢地，你们还能平安回来。”原来那狠毒的后母早已死去，屋里再没有她的声音。格丽特打开围裙，把满满的珠宝倒在地上，宝石在阳光下闪得像满屋星光。韩塞尔也把口袋里的宝石一把一把倒出来，洒满整个房间。樵夫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既震惊又喜悦。从此，他们一家3口再也不愁吃穿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